中国唯一的北宋五殿顶建筑，便是位于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的万荣济王庙正殿。网上关于济王庙断代的说法，简直是乱七八糟，没眼看。而始建于北宋的说法，则源于北大课题组2011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断代依据，一是源于碳14检测结果，二是从民间的前测发现了天圣元年4个字。感谢北大课题组以及汇总的作者徐一涛教授，这不是一般人能发现得了的。基于以上结论，此正殿始建于北宋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到现在恰好是1001年。但其余的建筑则毁于日寇入侵时期，与正殿相对的戏台则是于民国时期重建的。基于以上建筑的价值，所以这里被评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它也是我在万荣县的旅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站。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看我背后，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的济王庙大殿啊，北宋五殿顶建筑，一会儿咱们来好好的看一看这儿。我是租车自驾过去的，济王庙附近这个位置可以停车，地方宽阔，还有阴凉。从这儿出发再走几步，就来到了万荣济王庙的大门。此门面阔3间，屋顶为单檐悬山顶。现在我们走进去，从这里参观不收费，做个登记就可以了。进门右手边有一块2018年的济王庙修缮碑，正对着门的则是戏台。这座戏台面阔3间，屋顶乍一看像是硬山顶，实际上是一半硬山顶一半歇山顶连到了一起，这种构造叫做勾连搭。为什么是这样的构造呢？据当地的村民透露，原本这儿应该是2座建筑，硬山顶区域应为午门，歇山顶区域应为戏台，皆始建于元代。但在民国修缮的时候，就把2个建筑合并到了一起，便是眼前的这副样子了。戏台的南侧是可以登上去的，抬头看屋顶还能看到民国的修缮记录，穿过门洞就可以看到另一侧的梁架结构。这种粗犷的且带点弯曲的梁架确实是元朝的风格，而且上面残存的彩绘和明清的玄字彩画大不相同，上边偏粗犷的黑白轮廓线也确实是元代彩绘应有的样子。现在我们穿回去，绕到戏台的正面，会发现它的木作非常精美，不过这些木作都是后加的，和元代梁架本身无干。中间这段雀替雕刻了很多宝物珍玩，应该是博古文雀替，两侧则是以牡丹为核心的花草雀替，而铺座区的镂空木雕也皆为花草造型。戏台面阔3间，里边的门写着阳春白雪，实际上这是前后台的分界线。有了这个特征，它要么始建于元代晚期，要么就是后期修缮时把前后台给分隔出来了。更早的戏台大都是不分前后台的。下面我们转向正殿，此殿面阔5间，屋顶为单檐五殿顶，这也是国内现存的唯一北宋五殿顶建筑。看它两侧的螭吻，材质和唐代近似，大吞口也和佛光寺近似，但已经是一整条龙的造型了。而这个几岔就更加要素过多了。这中间是一座楼阁式建筑，屋顶恍惚看着是十字歇山顶，此楼名唤凌霄殿。而两侧带仰莲宝柱和火焰纹的塔状物则分别为太阳宫和月亮宫，大部皆为镂空雕饰，可以说是细节满满。正面的檐柱里还有一根是石质盘龙柱，这是明朝修缮的时候所换上的一根石柱，其余则皆为木柱，而柱子下方的石柱杵则是唐宋时期的遗存。然后看廊下，最东侧摆着2块碑，一块是同治年间的重修碑，另一块则是民国年间重修戏楼的碑记。殿前悬挂了一口巨大的大铁钟，年份上居然刻的是宋朝，难道这是宋代留下的铁钟吗？确实是，但不是济王庙自己的钟，而是从本村普照寺挪过来的宋代铁钟，而普照寺本身则早已毁于日寇的炮火之中。另一侧的大鼓就比较新了，毕竟皮做的鼓太难保存了，所以只能用新的。抬头看正殿的铺座，这上面还有彩绘，应该是后世补绘的。其檐下铺座出2跳华拱，上面的耍头没什么花样，好像宋代建筑的铺座大都是这样中规中矩的。看梁架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大殿的内部格局，它分为外殿和内殿，这种殿内包殿的结构也是不多见的。现在我们先来看外殿的梁架，首先看外殿的内侧铺座，它在里面去掉了横拱，变成了偷心灶，这巨大号的驼峰在古建中不算常见。再看下边这根梁，它一边搭在铺座上，一边直接进墙了，也看不见另一边去哪儿了，应该是插在柱子上了。它的名字叫做乳符，同理在外檐的位置也有同款的驼峰和乳符，这说明它外殿的这一圈构造都是差不多的，看懂一组就全看懂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小玩意儿叫什么？它叫做达签，指的是宽度只有1船的梁。同理外侧的这种也是达签。那么这根斜的推测为辅助承重的托脚，一般用在靠外的船中。下面我们来看内殿，正面上方的金字是为天地立心，
殿内中间供奉的帝王装束造像是祭王爷，西侧供奉的是关公，东侧供奉的则是祖师爷。而内殿的梁架结构就很简单，它的主力承重部件就是属柱坐在平梁上，此外屋顶之上并没有穿越整个屋子的大梁，这样的殿就叫做无梁殿。另外屋顶这些空荡荡的八角形区域，我总感觉以前有过藻井，但只是猜测，目前还没有证据。然后我们奔向西配殿，建筑是常见的明清风，构造简单就不细说了。此殿的大门没上锁，推开就可以看展，内中所展出的则是中国古代农业主题展。在开始介绍的是上古时期的农业诸神，到后来介绍的则是与农业相关的名人。看完西配殿，我们奔向东配殿，也是直达展厅，这边所陈列的则是纪王庙自身的简介、后继历史传说的来源，以及梁思成、林徽因二位教授与万荣纪王庙擦肩而过的往事。没有导航的年代真的是千难万难，但我们如今就方便得多了。另外靠近门口的倒座房里边还有最后一组展览，同时此处也是村里的书法协会以及后继文化研究协会，其内部的展出主题则是新中国时期以袁隆平袁老为代表的当代农业人物。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万荣纪王庙。来这边之前我只知道纪王庙的正殿是中国唯一的北宋五殿顶建筑，但来到这边之后，不仅看到了精彩的戏楼木作，更是初步了解了农业的发展脉络。在古老的时代，善于耕种的部族领袖被后人尊奉为神，而在当下我们仍有自己的农神。这份对农业先驱的尊重与风靡世界的几大宗教无干，但却是历代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相连的证据，那便是伴随我们千年的土地信仰了。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